近日，乌克兰空军发表声明称，一架由乌克兰空军运营的 F-16战斗机在一次出击中击落了6枚俄罗斯巡航导弹。乌克兰空军公共关系处处长尤里伊纳特称，连美国人都不敢相信他竟然做到了，而他们的惊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位乌克兰飞行员在那天早上用4枚空导弹击落了6枚飞向基辅的巡航导弹，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世界纪录的创造过程，同时对俄乌的空中攻防进行一个深层次的剖析。我们先来拆解一下这位匿名的 F-16飞行员一次打下6枚巡航导弹的过程。根据乌克兰空军司令部的报告，这一壮举发生在2024年12月13日的早上。当天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空袭。据统计，俄军当时使用了近200架无人机和各式导弹，攻击了乌克兰境内的多个目标，其中包括了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达尔弹道导弹以及其他各种型号，多达94枚的空机、海基和陆基巡航导弹。从规模上来看，这场空袭是俄军自2022年全面入侵以来所发动的最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就在那个冰冷的早上，乌克兰防空部队的雷达上出现了大片的光点。随后，一名乌克兰飞行员紧急出动，按照防空部队的指示，驾驶 F-16升空，开始拦截接近城市的俄罗斯巡航导弹。这名乌克兰飞行员此时还不清楚自己即将为 F-16创造另一项世界纪录。出于保密的需要，乌克兰空军方面并没有说明这位飞行员的姓名和代号，但为了方便我们后面的叙述，我们为他取一个加罗罗的名字。据加罗罗的回忆，那天早上，他首先根据引导官的指示向地方目标飞去，在他的航线上一共有一组8枚巡航导弹。当他接近到足以锁定目标的距离上时，他惊讶地发现俄军的巡航导弹似乎带有电子干扰设备，也就是所谓的个体防护电子战系统，这就导致锁定这些巡航导弹出现了一些困难。但是加罗罗又补充道，由于 F-16上的火控雷达足够强大，他只要再靠近一点就可以重新锁定目标。他先发射了2枚中程空导弹，随着远处的2团火光，2枚巡航导弹当场被摧毁。随后加罗罗调整机头指向，飞向另一队目标，并用雷达锁定了他们。但问题来了，这个时候他只剩下了2枚近程空导弹，因此必须进一步靠近这些飞行炸弹。最终他用格斗弹在不到4公里的距离上击毁了另外2枚巡航导弹。而接下来就是最困难的部分了。4枚导弹发射出去以后，这架 F-16已经没有导弹了，引导官也已经指示加罗罗后撤至巡逻区域，由另一架乌克兰空军的苏27接手拦截任务。然而就在他离开预定航线的时候，加罗罗发现又一枚飞向基辅的导弹从他的座舱边掠过，他当机立断，重新降下高度，开始搜索巡航导弹的踪迹。但这枚导弹似乎突然人间蒸发了一样，于是加罗罗又重新爬升，并打开了雷达。F-16雷达上闪烁的光点为他指示了这枚导弹的位置。他立刻追上了这枚导弹，用机炮进行了几次点射，不远处就冒出来一团火光，标志着他成功击落了第5枚巡航导弹。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开心，另一团火焰就在空中炸开。一开始他还以为是导弹发生了2次爆炸，但随后对雷达数据和机载录像的分析显示，他的一次扫射摧毁了2枚俄军巡航导弹。也正因如此，这位 F-16飞行员无意之中在一次防空作战中击落了6枚巡航导弹，创造了 F-16战斗机史上最高纪录，而且其中的2枚是用航炮击落的。当这位英雄驾驶 F-16降落在基地时，他受到了战友们的热烈掌声和欢呼，而美国方面得知此事后，也对他的表现感到震惊和钦佩。那么问题来了，不过是打下几个巡航导弹，值得那么大惊小怪吗？你别说，还真挺值得的。现在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一下这场空袭。首先是这次空袭的目标，俄军选定的目标是比较耐人寻味的，因为他们并不是乌克兰的军事设备，而是其关键的能源基础设施，例如发电站、变电站和输电设施等。大家可别忘了，乌克兰在12月的平均气温可是零下好几度，如果没有取暖设备，冻出人命来也不稀奇。俄军的意图不可谓不险恶，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要通过给乌克兰断电来激起乌克兰内部的矛盾，让乌克兰市民反对乌克兰政府。
根据乌克兰能源运营商 DTEK 的报告，12月13日的袭击对其火力发电厂造成了严重破坏，这显然会影响到乌克兰的供电供暖。而乌克兰政府也有报告称，在这次攻击以后，乌克兰全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电力不足，不得不进行轮流停电来缓解供电压力。俄军这种倒行逆施的伎俩有多大的用处，我们尚且不得而知。但很显然，虽然俄军还是那个俄军，总统还是那个普京，但这种将战火烧到平民头上的行为，毫无疑问地说明了，经过1小时22分零1022天的战斗，此时的俄军已经和当初克里米亚危机时有礼貌的小绿人大相径庭了。当乌军的 F-16接近目标时，发现俄军的巡航导弹存在电子战系统。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判断出，它遇上的是俄军的 KH-101空射巡航导弹。这枚导弹弹长7.45米，总重2.3吨，高爆战斗部重量400千克，最大飞行速度为0.9马赫，巡航速度为0.75马赫左右，也就比普通的民航快一点点。关于 KH-101，其实有几个有趣的点。第一是 KH-101的设计 ，KH-101的导航系统使用了和战斧类似的惯性制导，加地形匹配的复合制导方案，在末端还有光电和红外热成像制导，可以达到6至10米的原公算误差，算是比较精确，而且抗干扰能力强，在俄罗斯的巡航导弹中算是最好也是最贵的，单枚的价格大概在100万美元左右。另外一点就是它的整体外形呈现一个规则的菱形，和美国空军的 AGM-153 比较相似。这种设计可以让导弹具有一定的隐形能力。但是和 AGM-158 不同的是 ，KH-101 的这个涡扇发动机是挂在弹体外面的。虽然尚不清楚俄罗斯设计师的用意，但是这种外形设计显然会影响弹体的隐身效果。在俄乌战争期间 ，KH-101 进行了好几次的改装。一次是2023年底，有视频显示，一枚 KH-101 在低空飞行的过程中释放热焰弹，来防止被乌军的防空火力击落。虽然在飞机上干扰波条和热焰弹比较常见，但在巡航导弹里还是比较少见的。由于热焰弹数量有限 ，KH-101 显然是在低空接近目标时才开始进行自动释放热焰弹，因此这个设计主要还是为了干扰地面的红外制导导弹，例如毒刺之类的。2024年年初，有情报表明 KH-101 安装了电子对抗系统，能够干扰雷达系统的锁定。不过，显然这套电子对抗系统并不怎么靠谱，因为这天升空的 F-16战机虽然费了点功夫，但还是成功锁定了目标。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对于乌克兰空军来说 ，F-16上最有价值的其实不是北约制式的各种武器，反而是 F-16上的雷达和航电系统。大家可能觉得乌军的 F-16上用的不过是老掉牙的 AN/APG-66V2，也就是及格线水平。但首先 APG-66 就比乌克兰自己的雷达强。根据飞行员自己的说法， F-16的火控雷达足够强大，一旦锁定目标，即使在电子干扰下也无法逃脱。因此，不论 APG-66 和其他雷达相比性能如何，对于乌克兰的防空任务来说，已经算是够用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聊用机炮击落导弹这件事了。据乌克兰空军司令部介绍，乌克兰飞行员在美国的训练过程中曾经学过如何利用航炮击落导弹，但从未在实战中尝试过，因为这实在是太危险了。拥有25年服役经验的美国空军退役上校、前雷鸟飞行表演队指挥官约翰·维纳波尔称，击落俄罗斯导弹，同时又不危及自己的飞机，需要很高的技巧才能做到。因为战斗机的机炮射程也就是1公里左右，留给飞行员开火的窗口时间很短，如果离得太远就很难打中，如果离得太近的话，就很有可能被爆炸波及，碎片吸入战斗机进气道，甚至是直接击毁人亡都是有可能的。这就不禁让我们想到了另一个事件，那就是 F-16在乌克兰上空的首次损失。2024年8月初，首批 F-16战斗机抵达乌克兰，但就在几周后的8月26日 ，F-16就一架坠毁，飞行员奥列克西梅斯当场遇难。直到今天，这架 F-16到底是怎么坠毁的，也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有一些人认为，乌克兰飞行员在美国接受训练的时间太短，一般的 F-16飞行员至少要训练3年，而乌克兰飞行员上的则是速成班，只用了9个月的时间。其他人则怀疑 F-16这么快就坠机，是否意味着 F-16根本不适合乌克兰的具体情况。比方说，在开上 F-16之前，乌克兰的战斗机飞行员开的是米格29和苏27，这些前苏联飞机在机动和速度这些硬指标上仍然是相当能打的。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他们在航电设备和操控性上就不那么现代了，尤其是他们上面配备的还是液压机械飞行控制系统，而不是近年来流行的电传飞控。
这种液压传动的特点就是，飞行员在控制飞机上的可动翼面时，可以真正感受到负载的大小，有一个非常线性的反馈。但 F-16不一样，它的电传飞控遥感行程很短，不存在力反馈。开惯了空中健身房的苏系飞机，再回来开 F-16，可能会有些不适应。那么，乌克兰在2024年首次损失的 F-16，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操控问题呢？我们认为有可能，但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尽管会有一些不便，但乌克兰飞行员在操作 F-16方面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毕竟二手的凯迪拉克也是凯迪拉克，苏联的达拉再新也是比不上的。那么还有什么可能呢？首先，俄方击落的说法有可能，但同样可能性不大。要知道，乌克兰的空军不论在规模还是在能力上，都是完全比不上俄军的。这就意味着要最大化发挥乌克兰空军实力，就要将其作为一个防御性的武器来使用。因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乌克兰的 F-16的主要功能就是用来填补地面防空的空白，顺便丢一丢防空外武器，例如风暴阴影导弹之类的，让它自己跑到俄军防空区去，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另一个可能的情况是友军防空火力无伤，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毕竟爱国者痛击友军也不是头一回了。再加上俄乌战区由于其复杂性，无论是乌军战斗机还是地面防空部队都没有交战中使用敌我识别系统，其原因在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都使用相同的飞机，敌我识别混乱，双方都担心出现误认的情况，因而没有使用敌我识别系统。而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现在服役的 F-16身上。但是说最有可能的还是我们前面说的拦截巡航导弹时被爆炸波及导致的坠机，因为就在这架 F-16坠毁的当天晚上，他和他的中队参与了攻击巡航导弹的任务。当天的乌克兰总参谋部声明中称，在空战中 F-16战机表现出了极高的效率，4枚敌方巡航导弹被机载武器击落。接下来就是乌军总参谋部还称，在接近下一个目标时，与其中一架飞机失去联系，搜救后发现飞机坠毁，飞行员当场死亡。因此，在乌克兰军方流传的一种说法是， F-16无意中飞俄罗斯导弹爆炸而产生的碎片云，这些被摧毁的导弹碎片可能被吸入了 F-16的发动机，导致 F-16解体，并导致飞行员在弹射前死亡。据乌克兰军方知情人士透露，在俄乌战争初期，乌军也曾因为这种空中异物损失了4架战斗机。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乌军的地面防空网络仍然存在许多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用机炮打巡航导弹的事情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发生。当然了，这种情况也不仅仅是乌军的问题。俄乌战争这些年下来，轰炸机决定论似乎又占了上风。即使是俄乌这样一场中等烈度的局部战争，交战双方也很难100%防御对方的空袭。无人机、巡航导弹和巡飞弹乱飞的情形，已经极大程度地改变了现代空战。目前我们很难判断出地面防空火力到底需要多大的冗余，才能将战斗机从防空任务中解脱出来。但可以确定的是，乌军现有的防空网络并不足以保护它，尤其是在俄军将目光投向非军事目标后，更是如此。